若府里只有开销，没有进项，再厚的家底也会坐吃山空。所以，我母亲去求了外祖父，给侯爷谋了个5城兵马司北城副指挥使的差事。这是侯爷的任命书。人们打算叫上侯爷一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姑姐的。这还差不多。你记住了，做娘子的这辈子最大的功德就是帮助夫君官运亨通，知道了吗？这任命书，按理应由侯爷亲自去吏部领取，外祖先行拿了，侯爷只需去跟吏部的人照个面就能上任。知道了，这件事情你可千万不能忘了提醒他。是。侯爷，现下天要放晴了，你这么着急收拾画作要做甚啊？哦，我约了有民兄去胶州写生。什么？你要出远门？这可不行，外祖约了吏部，你务必要跟吏部的人见上一面才行。见面的话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侯爷，你都不问问我是怎么回事吗？外祖替你谋得了官职，是5城兵马司。外祖不日即将离京去辽东，咱们务必见一面，把上任的事宜商定下来。明儿，我已经约好了去写生，我若不去，就是食言。等我回来再说。侯爷，侯爷，可是姑姐还盼着你能够自此节节高升呢。你若是罢职，她又要念叨了。念叨便念叨吧，重政贪权的官都不做也罢。侯爷，这官职是我娘求了外祖好几日才求来的。明儿，你难道不了解我吗？功名官职我一向看不上，你非要把我逼成最瞧不起的人吗？侯爷，这账目都看了4、5天了，夫人快休息，我帮你看。你确定？目录，这是我的账本目录，我的账本都在那边呢。这么多产业，夫人如何做到不被人察觉到？你知道京中的昭宁先生吗？当然，昭宁先生的产业遍布整个京城，大家都知道。昭宁先生有名有姓，有房产，有祖籍，但其实他是一个不存在的人。夫人怎会知道？难道你就是？产业太多了，没有可以依托之人，所以为了掩人耳目，我就把产业都登记在了昭宁先生名下，这样任其他人怎么查都查不到我身上来。当年王映雪进门，我母亲过世，祖母为了给我一份倚仗，要求府中和王家各给我3000两。后来我就搬去田庄和祖母一起住了，但我想着总不能坐吃山空吧，于是就把钱都投到了富廷海市，亏得你们定国君剿灭海匪。从那以后，我的生意就有如天柱般越做越大。怎么了？夫人越是说得高兴，我越是难过，没有早一点出现在夫人身边。你自小顶着这些苦日子长大，身边没有可以帮扶和仰仗之人，
初见你时，我还欺负你，我该打你。先欠着，我要记在账本里，现在就记。记。夫人也可不必再用右手写字，可以换回左手。以后在仪之堂，自在随心即可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要不，我把我的钱分你一半吧？这怎么行？岳父好不容易才看我顺眼，如今一半产业分给我，那他不得跟我翻脸？我去厨房给你做碗安神汤。快点回来。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才叫我起来？是世子让我们不要打搅夫人，最好啊让夫人睡到日上三竿。这成何体统？先不说，我有一堆账册要看。就线下，我们是住在仪志堂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免不了又是一番编排。姑爷跟夫人都好成这样了，夫人就无需担心这个了。哎呦，人也聪明，很是登对呢，带来了这么多的天妆，这在京城可是独一份呢。难怪世子啊这么尊重夫人。哎，我听说昨儿个世子和夫人折腾了半宿，那屋子里的灯直到天快亮才敢敢熄灭呢。夫人，汤熬好了。汤，阿胶乌鸡汤，党参鸽子汤，这些也都是姑爷让准备的。姑爷还特意让人将床铺收去，单独清洗。这又是为何？下人们都在口口相传，
夫人与姑爷和如琴瑟，估摸着很快就要有小世子出来了。什么呀？那是因为我昨晚看账册太累了。这床铺，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。宋叶棠在回我清誉。哎呀，小姐如今都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了，这算哪门子的毁清誉呢？可是我们就只是在看账册，没有做别的事情。奴婢明白，下次夫人与世子看账册，我们一定不进来打扰。看账册就是看账册，那不代表别的事情。夫人，闺阁之事只会越描越黑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这看账册的意思就是传说中的闺阁易去，红袖添香。说什么呢？这是越发纵得你们没脸没皮了，哎呀，是不是？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知错了。在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快坐下。素兰，哎，给姑爷盛汤。是。再盛一碗。再盛。世子公务繁忙，京城还特意叮嘱下人熬汤，还有闲暇关心床榻内务，如此用心良苦，应该多喝一点汤。再来一碗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呀，来嘛来嘛，盛。是。来吧。下次嘱咐小厨房少做一点。侯爷他没去报道，说是出门远游去了，还是夫人给备的衣衫。哎呀，把窦明给我叫过来。是。姑姐，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侯爷脾性倔，还望姑姐帮忙多劝劝。自家男人都看不住，你这个主母怎么当的？银钱你弄不来，夫君你帮扶不了，你自己说说，我们魏家找了你这个媳妇有什么用？家族门楣兴旺，靠的主要是主母。你看看窦昭，那一箱一箱的金银财宝往英国公府搬，你再看看你，哪有一点当主母的样子？也是啊，上梁不正下梁歪嘛，跟你娘一个样。姑姐，你可以说我，但是你不要再诋毁我娘了。就你娘干的那点破事儿，敢做还不敢让人说了。你这爱顶嘴的毛病，就是跟你娘学的吧？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好好的跟着我，学学规矩吧。侯爷不在府里，学规矩一事，不如等侯爷回来再说。怎么，我这堂堂景国公夫人，还不能教导你了是吗？夫人，您有何不满意的，您直说便是。为何要如此作践？这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你凭什么打人？打的就是你这个狗奴才！既然是我们魏家的媳妇，就要守我魏家的规矩。嬷嬷，你没事吧？老奴有夫人体恤，不碍事的。倒是夫人，得日日过来成婚定亲，这怕是有苦头要吃了。以后还是让文香来跟我每日问安就行，省得惹恼了姑姐。哪有这出嫁了的姑奶奶回来立规矩的道理？我看这景国公夫人
分明是自己过得不顺心，借着姑爷不在，趁机搓磨夫人。没事，我受得住。算盘的声音都扒拉了10几天了，睡梦中都是这恼人的声音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哎呀，这又干什么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哥，我听说燕堂的媳妇儿有喜了。这都哪跟哪的事儿啊？他们才成婚几天呢？那宫里的太医都诊过脉了，说怀的还是一对龙凤胎呢。是啊。谁说的？自然是宫里太医院李太医他们家乳娘的那个3儿子的2舅母那里传出来的。局长，来人，把吕总管给我叫回来。是的，整个4条胡同，哦不，半个京城都在说世子和夫人和如琴瑟。每日吩咐小厨房为夫人炖汤补身体，都说什么？都说国公府马上便能添丁。你是蠢货！公公息怒，我让你去打听钱的事儿，你净给我听这些没影的事儿。也不是没影的事儿，您想想，若世子夫人为世子诞下男丁，那2爷岂不是更没希望了？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！回来！那个媒人当时言之凿凿，说这个窦昭就是个乡下的悍妇，任性泼辣。如今看来，这个窦昭的身世必然有诈。你再去给我仔细的查探，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来历。是。哎呀，人家窦昭可是真定首富啊，名下产业举不胜举，富得流油啊。就是，不是，你上次说窦昭把钱都亏光了，产业都交给继母打理啊。你听错了，交给继母打理的才是亏钱的。窦四小姐出嫁那天，那是10里红妆啊，大派封红，比京城里那些高门贵户嫁女那还是要气派很多嘞。窦家4小姐为人纯善，真定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？那年真定大雨，要不是窦家4小姐免了一些田庄的租子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过不下去，又卖儿卖女呢。你上次说的他是个悍妇，你说的白眼狼。哎呦，你听错了，那王氏才是悍妇白眼狼。窦家4小姐幼承庭训，代父尽孝，4里8乡都知道。那庞家少爷就是打扮成劫匪，逼迫4小姐嫁给他，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不是，4小姐要强嫁给这个庞家少爷，您说反了。没反，窦4小姐为人光明磊落，仗义疏财，这4里8乡谁没受过她的恩惠呀？是啊，庞家少爷还敢倒打一耙，告到县衙，最终还不是自己被打了？错不了。好吧，你们是合起伙来骗我！哪儿来的阿子，要打听窦家4小姐的事啊？我们是英国公府的人，你们是什么人啊？竟敢绑架我！竟敢冒充英国公府的，张嘴！老夫人饶命，小的也就混口饭吃，听命行事啊。那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英国公府的人吗？是啊，小的们就是英国公府的人呐。张嘴！罢了，冥顽不灵。拉去陈塘。是。不，小的不
不是英国公府的人，小的与英国公府不共戴天呐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放人吧。你没有透露出你是英国公府的身份吧？启禀国公，小人宁死不从，并未透露出半句英国公府之事，只说自己是一个远道而来提亲的媒人。那窦昭当真是真定首富，真定的方圆百里都受其恩惠。真的是，这窦家四小姐可不是什么野丫头，她们蛇鼠一窝，小的冒死一搏，才得以见到国公啊！上当了！想不到我堂堂的国公，竟然着了这个逆子的道了。亲手将一座金山送给了这个逆子的手里，让他养死士，让他收买人心，让他在没有银子养探子的情况下有了银子养探子。我真是洗干净了脖子让这个逆子砍了。这世上还有我这么愚蠢的人吗？没有。国公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怎么，站不住了？是觉得委屈你了吗？作为当家主母啊，就要有个主母的样子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可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哟。姑姐见谅，我也是不小心。我看你就是被佩锦惯坏了，人嘛也留不住，说好的上任也弄了个鸡飞蛋打，现在连个筷子都顶不住，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？姑姐教训的是。听小女说起国公爷病倒之事，特地过来探望亲家。国公哪里不舒服啊？区区小病，怎敢劳烦亲家老爷？我礼数周到，说话也客气，他黑着脸，究竟为何？设计让窦昭加入我宋家，这厮是不是也有份儿？他知道多少内情？该不会他才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吧？不管国公怎么发脾气，世子都是温言细语的。这孝子最难的，不是顺从，而是颜色。难得啊，难得呀！国公，我来。国公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啊！呀，亲家老爷和我那逆子很是投机。那是自然。燕堂这么能干，亲家翁就别再操劳了，好好享享福。有什么事儿，让燕堂去办，不就得了？这是要我让出英国公爵位的意思。至于寿姑，我的女儿，我知道，也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。这几天，她一直在厨房里，亲自为亲家翁煎药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打紧。这，亲家翁，你好好将养，药一定要按时吃，身子才能好起来。我先去看看小女。吕生，吕生，你给我死哪儿去了？国公，小的来了。我的药是不是一直都是窦昭给我煎的？是啊，夫人懂医理，一直是夫人亲自煎的药。你个蠢货，你怎么能让他给我煎呢？
你是不是怕我死的不够早啊？你给我记着，以后我的药由你亲自给我煎。是。回来，把我所有的药材全都给我丢了，再给我买新的。是。轻点儿。女戒教的是卑弱敬慎，端操自守。金嬷嬷，哎，帮我看着点夫人，她要是敢偷懒，就带我教训她。是。站直了，贴墙，抬头，收腹，腿绷直。女戒讲的是卑弱敬慎，端操自守。眼睛睁开来，靠墙，靠墙，千万别给我偷懒耍滑。我这把戒尺可等着呢。夫人，夫人，什么事啊？夫人，你看。如果我知道她怀有身孕，我就不罚她了。这下该怎么交代呀？这可是佩姐的第一个孩子。夫人，这件事怎么能怪您呢？窦明有自己的乳娘贴身照顾，那周嬷嬷难道是死人不成吗？有没有怀孕，他们心里比您清楚啊。你说的对，我一门心思的为府里好，我何错之有啊？倒是那个窦明，明明知道自己怀有身孕，却一点口风也不漏，现在竟然闹到小产，这可是我们魏家的骨肉，可恨至极。夫人，您是菩萨心肠，可也不能任由那窦府把这脏水泼到我们侯府这边来啊！想想当初，就是您心肠子软，才让那5小姐替4小姐嫁进来的侯府。我是堂堂景国公夫人，这种糊涂不能再犯第2回。让他们写个帖，我要去窦家讨个说法。夫人，都怪奴婢没有看护好小姐，让府中的小公子就这样白白没了。这事儿不怪你，都怪那贪腐魏廷珍，都是他造的孽。如今印子钱的窟窿补不上了，答应他的红利拿不到，便急红了眼。要不是窦昭跟老爷多嘴，何愁补不上？不行，此事得想想办法，要不然明儿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。当初若不是为了明儿此生的幸福，也不会出此下策。如今这窟窿若是补不上，别说那贪腐了，就连苍北帮也不会饶得过我们。这些花草是你祖母从田庄差人给你送来的吧？祖母特意交代过，让我好生侍弄这些花草，让它们也可以在京城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母亲有心了，听说是世子亲手帮你一栽的。看到你们俩这般扶持，为父也就放心了。爹，
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刚府里来报，明儿她小产了。什么？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不但忤逆姑姐，还知而不报，残害魏家子嗣。你把明姐儿带回去吧。我们侯府庙小，供不起这尊大神呢。好啊，我还没让你给个交代，你却倒打一耙，恶人先告状来了。当初是他魏廷瑜认的这门亲事，若如今想退亲，也得由他亲自出来分说才是。我刚给他求了个体面的差事，你们就想翻脸不认人了？我弟弟为了你女儿，把府上的通房都打发了，京中谁能做得到？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明儿的孩子就是被你硬生生给弄没的。你今日若不能给我个交代，咱们就去圣天府说理去。好啊，正好到圣天府尹去评评理。说好的嫁进来的是4小姐，临上就要变成5小姐。当初要不是你做出替嫁这种事，如今小产这事会发生吗？要是窦昭嫁进来，就不会这样没事找事，极度怨怼。王夫人，你可还记得，你还欠我点什么吧？夫人，替嫁这事倒还好说，可印子钱的事可千万不能动到官府里去。哼，那窦明哪有一点做主母的气度啊？顶撞长辈，还狠心拿孩子来赌气，如此蛇蝎心肠，就算闹到圣天府，那也是要和离的。你景国公夫人这话说的倒是稀奇。明妹妹为何要害自己的孩子？夫人身为女人，难道不知道小产如同重病？一个不小心便会失了性命。明妹妹刚嫁给侯爷，两人尚且恩爱，怎会连命都不要了？虎毒还不食子呢。如果不是姑奶奶罚站立规矩，侯夫人不可能滑胎的。你这刁奴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原来是济宁侯府的规矩太严，为了折腾媳妇儿，连骨肉都不要了。这真是信口开河！我们侯府本来子嗣就不丰，窦明又不是养的私儿，我和我弟弟凭什么不要啊？啊！孩子没了，都寻思着是明妹妹的错了。景国公夫人如此咄咄逼人，知道的以为夫人是忧心子嗣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夫人是趁机折辱弟妻呢。窦明小产，我们窦家什么话都没说。倒是夫人一直吵着要去圣天府评理，正好府尹戴大人是我武伯的旧识，那就去找他评评理。素兰，小姐，吩咐一下，去一趟圣天府。是。哎呦，夫人，哎呦，你们还不赶紧帮着寻个大夫啊！那既然亲家夫人身体不适，那就去旁边的暖阁躺下吧。此事，改日再议。夫人，夫人。珍珠换榆木，岂有此理！明儿当初死心眼要嫁过去，我就早已料到这一切。明儿自小乖顺，执意替嫁，受尽了刁钻姑姐的责难，再到如今小产，这所有的一切，都与你脱不了干系。我此番前来，一是为了窦家，二是不想让父亲伤怀。若继母这般以怨报德，那便是我多管闲事了。哼，猫哭老鼠假慈悲，
走，去接明儿回家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从你回府时，我便一直跟着，开始还觉得不放心，但见夫人舌战群儒，游刃有余，我也便放心了。我在自家的府中，还能受了委屈不成？不能，就是爱看我夫人出手之敌的样子。放心吧，这些都是后宅女子之间的局语，我可以应付好的。这件事本就是魏廷瑜的问题，我已经派人去寻他了。燕堂，我想去看看杜明。夫人，您还是喝点吧，自个儿的身子最重要。我来吧，夫人。来。怎么？我刚在家里看过你姑姐的脸色，又要到这里来看你的脸色？我知道母亲要说什么，母亲不必再说了。这女子小产，堪入大病，区区一碗糖水，怎能补得了身子？就怕落下病根儿。明儿，要不然跟娘回去，娘帮你好好补补。这穷酸的侯府，也就你当个宝贝似的不放。明儿，你无需忧心。一切有娘替你做主，最紧要的是要养好身子，知道吗？娘，娘，这些钱你先拿着，给明儿买些补品，剩下的傍身用。记住了，千万不要全部给明儿，省得被那贪妇给拿了去。奴婢记下了。可是夫人，这钱是拿去补印子钱窟窿的。如果苍北帮拿不到钱的话，就是啊，就怕那些养不熟的找来，到时候甩又甩不掉，可就麻烦了。先紧着明儿用，剩下的我来想办法。姐姐，明儿。这个魏廷瑜真是不堪托付，竟会把你害成这样。他若不是任由姑姐把持府中内务，怎会发生这种事？我不怪他。侯爷天性向往外面的天地，关在这府里，总是不痛快些。姐姐早就告诉过我，侯爷不算是个好夫婿，济宁侯府也不是个好归宿。可是以前我总是以为，哪怕再艰难，只要二人齐心，关起门来，总能过好自己的日子。你后悔吗？和离吧，明儿。这是你逃离这里最好的机会了。姐姐，他日倘若你跟世子也遇到这般处境，你当做如何选择？陆明跑晕了3匹快马，在胶州找到这混蛋。明儿，都是我的错。要不是我自作主张，你也不会被罚，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没有。魏廷宇，明儿，我错了，我
明天就去上任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只要你不要生气，不要气坏了身子。明儿，是我不对，我不是人。我不对，我不是人，我错了，明儿，原谅我吧，原谅我吧，明儿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明儿，我错了，明儿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孩子，对不起我们的孩子，对不起。姑爷，少夫人让我给您拿件披风，还望您顾惜身体。明儿，明儿，你还好吧？是我对不起你。